好白，关键是此子是否有那方面的能力。陛下放心，此子就凭你们也想拿捏我？大胆贼子，竟敢对陛下动手！陛下，不错，朕就是当今大禹天子，念在你不知情的份上，速速出手救起，朕可以保证留你一命。陛下不可，这贼子已经得知了您的秘密，必须杀他灭口。开玩笑，你们搞清楚情况没有啊？你们觉得现在有主动权吗？你想如何？只要不太过分的要求，朕都可以答应你。我想要什么要求啊？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，堂堂大禹皇帝，为什么要召见我一个死囚啊？你们有什么目的啊？你也看到了，朕身为女儿身，乃是大禹朝廷机密中的机密。若是后宫佳丽3000始终不能怀上子嗣，那么这个秘密终将被泄露。所以今夜我们就特地把你从死牢里带出来，就是要让你代替朕与妃子们同房，助他们诞下子嗣。就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，等等，里面说不定有什么猫腻。这后宫佳丽3000，平日也不会相见，所以你利用完我之后，才把我杀人灭口，是吧？你们倒是打得一手好算嘛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做个交易，我可以做你们让我做的事情，但是你们必须保证不再打我的主意。你做你的皇帝，我去照顾后宫当中可怜的你。我们互相合作，互相扶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胆！你居然敢跟陛下谈交易！啊？好，那就依你所言。那陛下金口玉言，我就相信你了。陛下，放心，臣这就杀了这贼子。这么快就翻脸不认账，就凭你们拿得住我吗？要不我这会儿大喊一声，咱们的皇帝是女人，看看有什么结果啊？罢了，此时若是再去死牢，另寻他人也来不及了。还是依约而行。你稍后梳起换装之后，便速速去柔妃寝房，代替朕，让她怀上孕。好，遵旨。这女帝表面上答应了，心里指不定盘算着怎么收拾我呢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她迟早会过河拆桥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让那些美人赖上我，非我不可才行。这第一次当皇帝，有点紧张啊，我该怎么做？想想我有点紧张啊，这算不算夫目前犯？一会儿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大爷的雄风。话说这柔妃长什么样子呀？听起来柔柔的，不会是个轻音柔体、易推倒的小萝莉吧？便宜江辰这小子。二八佳人涕丝酥，腰间仗剑斩凡夫。陛下好狠的心啊，这么久都不宣人家。陛下，这后宫您可要雨露均沾啊！这么多姐妹，我才刚来1个月，倒还可以忍一忍，可别的姐妹都有流言蜚语了。流言蜚语？说了些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。你告诉朕，到底是谁在后宫乱嚼舌根，急不可耐啊？陛下，是臣妾失言了，请陛下恕罪。恕罪？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就饶你一命，否则罪加一等。陛下，是云妃姐姐，她想念陛下英姿，绝无他意，请陛下明鉴。云妃，这小狐狸精是想除掉这个云妃吗？管他呢，让女皇帝自己去头疼吧。春香一刻值千金，
是时候好好疼爱一番眼前的美人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提她了。今夜，朕的眼里只有你一人。那臣妾伺候您宽衣吧。还宽什么衣呀？这等绝世佳人放在现代，恐怕我连舔屏的资格都没有。毕竟人家永远捂着胸口，生怕穷人看精光，生怕富人看不见。哪像现在这样温意满怀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管他看透不看透，就算是死也要做个风流鬼。请陛下怜惜。怜惜？我会好好怜惜你的。陛下，你弄疼我了。今夜之后，你就是朕的女人了。朕以后要你每天侍寝，夜夜承欢。柔妃叫得这么惨，江辰不是对她动粗了吗？不行，他要是把柔妃弄伤弄残，这可不好跟镇北王交代啊！有刺客！小人怎配做皇帝？受死！陛下，需要我出手吗？不必，正好让那刺客替我们除掉他。那柔妃一并处理掉，就说刺客是冲着他来的。谁派你来的？想知道，去地图的阎王爷吧！就这，还当刺客？没想到江辰的功夫居然这么好，手段竟如此狠辣，属下也是属实没有想到。这棋子日后定不好控制，应尽早处理掉才是。这家伙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护卫，出来洗地了。陛下，爱妃，吓死臣妾了，还好有您保护我。可是陛下，那个人为什么说您是不男不女的妖人呢？爱妃，朕平日里日理万机，不醉心于女色，想做个明君，但是总有这样的人歪曲事实。再说了，朕是不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妖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讨厌，陛下坏死了。爱妃，今夜你受惊了，你就先回宫休息。可惜这春宵一刻，竟被一个小人给破坏了。皇宫的安防做的可真到位啊！陛下，再陪陪臣妾嘛，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我不舍得让您走。那是因为朕不知道爱妃如此美艳动人。爱妃放心，明日朕还宣你侍寝。陛下，那您可不要忘记了。一定。江辰这家伙武功不低，等14带回来，金牛卫先控制住他，不能给他发难的机会。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眼光看我？我不是被我雄厚的资本给惊到了？让开，你坐了朕的位置。哦，这可是金主爸爸，得伺候好啊！夜夜笙歌的梦想可全指着他实现了。你必须死，留你一晚已是天大的恩赐。杀了他，把尸体埋在后花园里。要杀便杀，但是我有个建议，你先听一听，听完再杀也不迟。有屁快放！柔妃那可是十随之位，明日她肯定会来找我。那她要找不到我，就会大闹整个皇宫。我猜你们是不敢杀她吧？否则也不会找人替你。要杀了我，就自己上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自作主张！你若坏了朕的大事，朕一定会将你凌迟处死。
凌迟处死，要不是我灵机一动向柔妃许了诺，说不定此时已经被埋在后花园了。既然你宣了柔妃明日觐见，那就尽全力让她怀上孕，替朕打破谣言。你最好别耍花招，若是敢谋害朕，朕一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行，陛下你也请放心，我是断然不会谋害陛下的。再说，你这儿管吃、管住、管喝的，还有柔妃这样的美人给我圆房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我们啊，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怎么会坏你大事儿？但是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跟柔妃表明了你是日理万机、视作明君这样的态度，这也算是为你扫除了一些风言风语吧。你是不是得记我一功啊？你倒是个真小人，不管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14，替朕盯着他，如有任何异动或者与外界联系，杀无赦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！柔妃这个小狐狸精肯定是受人指使，她想借我的手，不是，其实借你的手除掉一个竞争对手。那个妃子叫什么来着？他刚刚提到了云妃啊，对，云妃，你们就慢慢头疼吧。云妃是老相国徐安老爷子的孙女，老相国对我庇护有加，朝堂之上，只有她勉强能和镇北王谢远分庭抗礼。如此说来，谢远这是准备对老相国动刀子。老相国年事已高，谢远也算是他的门生之一，竟然对他的孙女下手，当真可恨。陛下，云妃自打进宫以来，从来都没有见过陛下，却毫无怨言。两者相比，柔妃的心思可见一斑。江晨，等过几日，你去云妃那边多待几日，好生安抚她，同时冷落柔妃几天，替朕好好敲打敲打这个探子。行啊。哎，那陛下，这云妃跟柔妃比如何呀？朕没见过她，朕怎么会知道？14，你来说。清水芙蓉，濯莲不妖，比柔妃不差分毫。好，不过你们可得把这皇宫的安防加强一下，好吧？我去云妃那儿的时候，可不希望再有刺客。你放心，我定会把云妃的寝宫围得像个铁桶一样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刺客一上来就高呼妖人受死，目的性极强，肯定是受人指派的。何人竟敢如此大胆？这还不简单啊！既然都知道了受人指使，那谁先着急看结果，那就是背后那个人呢。启禀陛下，镇北王求见。让镇北王在御书房等着。年岁大了，走不动了，还望陛下见谅。哎呀，不知镇北王深夜求见，有何事要上奏？陛下，臣听闻陛下在行宫遇刺，大为担忧，未能及时救驾，还望陛下责罚。担忧是想看我死吗？不知这刺客是何身份，为何深夜行刺陛下？刺杀朕还需要什么理由？至于那个人是什么身份，朕也想知道。倒不劳镇北王替朕分忧，大理寺会彻查此事。臣愿为陛下分忧，不过如此甚好，那就交由大理寺吧。还听说那刺客行刺之时提到了妖人二字。那刺客死在寝宫之中，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。连金牛卫也是在刺客伏法之后才进屋。你谢远相隔千里都知道，难道你有顺风耳不成？果然被江辰说中了，急着看结果的人就是幕后黑手。朕姑且假装不知道，再试探他一番。镇北王还真是会说笑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妖人？就连那些巫蛊之术，也不过是有人蓄意加害罢了。啊，陛下，臣说的妖人不是你，而是那不男不女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镇北王还是莫要捕风捉影为好。不过朕倒是有些好奇，那个刺客伏法时在场只有几人，且那几人都未曾出宫。镇北王是如何从刺客口中得知“妖人”二字？啊，陛下，您说笑了。
这捕风捉影的消息确实不实。臣今夜前来是另有其事啊。什么事？再过几日就是先皇祭典，陛下，您带着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前往东郊皇陵，为先帝祈福，并且请求先帝护佑大禹，还望陛下早早做好准备。好，朕知道了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，侄女入宫许久，佳妹甚是想念，不知能否在祭典之上让佳妹与侄女叙叙旧。朕觉得不妥。不知陛下是觉得祭典不妥，还是觉得让臣和佳妹见侄女不妥，亦或是两者都不妥？祭典那日，柔妃一旦发现自己才是皇帝，立刻就会让谢远发难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干脆就说柔妃怀了身孕，替她推脱了祭典。朕并非是觉得祭典不妥，而是柔妃刚怀上龙嗣，不大方便走动，以免动了胎气，这样反倒会使父皇不愉。哦，竟有如此巧合之事。陛下，臣的意思是，既然怀了孕，那更应该出来走动走动，锻炼一下身体。毕竟怀了孕，这一躺下就静养，等肚子大了，这身体吃不消啊。依臣之见，正好趁祭典之时，让佳妹叙旧之时好好说一下，叮嘱一番，让她注意一下龙嗣。这不知陛下还在犹豫什么？这怀了孕，那胎儿有假吗？好一个奸猾的老狐狸！怀孕这个理由根本搪塞不了他。过几日，柔妃若是去不成，谢远定会生疑；可若是去了，身份之事定会当场告破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好，那就依朕北王的意思，按时举办祭典。那陛下莫要忘记带上臣的侄女，好让佳妹同他好好叙叙旧。抽什么风啊！刺客又不是我派来的。过几日就是先帝祭典，朕限你3日之内让柔妃怀孕，让她下不了地，无法参加祭典。好好，保证完成任务啊！可是陛下，根据惯例来说，先帝祭典是必须要带上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的。如若柔妃不在，镇北王必定会引起怀疑。镇北王非要见他，不出现，他还只是生疑。一旦让他发现我才是真皇帝，那才要命。哎，陛下，我呢确实是有100种方法能让这个柔妃下不了地，但是她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听你们说，这个镇北王好像是一个心机挺深的人。哎，如果他心生疑虑，是不是会不停地试探陛下您的性别？如果他发现陛下您是一个女人，他肯定会以此为借口，要陛下您的江山啊！陛下，我倒是有一个方法，不如让我试试吧。朕凭什么信你？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嘛，难道还会有比这个更差的结果吗？那实在不行的话，就让柔妃3日下不了地喽。不过陛下，我看你近日满眼都是红血丝，这个同人灰败，心火燥热，这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更年期提前。陛下长此以往，这情况不妙啊！说人话，否则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哎，其实啊，就是寒疾半身，是不是每月月事来临的时候腹痛难忍啊？好在呢，我呀妇科圣手，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此等隐秘之事，朕连14都未曾透露，难道这江辰真会医术？妇科圣手，你不是登徒浪子吗？哎呀，这个不冲突吗？胡说！太医曾为陛下诊治过，说陛下身体健康，哪有你说的什么寒疾之症？敢在陛下面前胡说八道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收拾收拾你！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呀，它是一个妇科病。陛下每月月事来临的时候腹痛难忍，但是平日里都很正常。
那个时候陛下会找太医来诊治吗？14，把剑收起来，确有此事。陛下恕罪，14不察，还请陛下责罚。起身吧。今日若非江辰点破，朕也不知道竟是寒疾之症。江辰，这寒疾你可有办法根治？如果呀，这要是平常的太医，这个病那确实就是一个不治之症。但是陛下，好在我是妇科圣手啊，我定能根除此病。既如此，就让14陪你去太医院取药。无论多么珍贵的药材，太医院应有尽有。陛下，除了这个药材之外呢，其实你知道，他这个病呢，它是寒毒积于体内造成的，所以他需要一些个特殊手法，因势利导的排出体外。只要陛下您愿意配合，这个病啊，一定可以痊愈。怎么配合？什么？你让朕脱衣服？你这登徒子，果然色胆包天！信不信朕斩了你的命根子？哎呀，陛下，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，您这个寒毒啊，得通过特殊的手法，因势利导排出体外。这要是隔着衣物，哎呦，效果啊，那是微乎其微呀。您啊，为了大禹的江山社稷着想，您得健健康康的，不能生病啊。必须得脱，得脱，这也是这个病没办法根治的原因。您看这太医，他不就是治不了这个病吗？信你一回。我脱，你还不转过去？朕只是腹痛，你为何要按我的脚？哎呀，陛下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个足底啊，能打通往人体所有的内脏的穴位，只有打通了穴位，才能把寒毒给排出去。陛下，一会儿啊，我再给您拔个罐啊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您要是有任何的感受或者体会，全部的都叫出来。朕可以忍，不能忍，这里是您寒疾最重的地方，需要多疏导几次才行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拔火罐。陛下，感觉如何呀？这谁顶得住啊？陛下，感觉如何呀？这里重不重啊？你的手往哪儿放呢？啊，这个地方经脉阻塞，需要多按呀。再敢乱动，信不信朕剁了你的爪子？不敢。陛下，百官和嫔妃都已经到了。江辰呢？他不是说他有办法吗？他人呢？柔妃也已经到了。至于江辰，不知道他去了哪。无耻小贼，朕就不该信他。他肯定是趁机溜走了。14，传朕旨意，立刻发布万里追杀令，活捉此贼者，赏百金，封千户侯，只要拿着小贼的头颅祭天。哟，我这么值钱啊？要不我自付双手，自己送上门。陛下，您就把封赏给我得了。你这小贼跑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你畏罪潜逃了呢。这个皇宫啊，就像是我的家，我穿金戴银，锦衣玉食，我怎么会走？我还能夜夜笙歌，这我哪舍得走啊？14说柔妃已经到场，朕不是让你把她弄得下不了地吗？哎，陛下，您就放心吧，现在她分辨不出你我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14，你去盯着柔妃，一旦她发现什么端倪，趁机把她打晕，千万不能让她和镇北王碰面。陛下，且不说这样的机会不好找，就算是柔妃消失了，
镇北王也肯定会怀疑。就说柔妃身体不适，舟车劳顿，朕让她先行回宫休息。就这样做吧，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启禀陛下，先帝祭典马上开始，众嫔妃和文武百官都已到齐，请陛下移步皇陵主持祭典。陛下，镇北王的人一直都在盯着我恐怕翻身乏术了。江晨，如果柔妃出了岔子，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14，柔妃表现如何？可有异常？暂未发觉，但他刚刚已经看到您了，却一言不发。若是他此时发难，我们必然会陷入被动。莫不是谢远还有别的计谋？你看他身旁那个小太监江晨，他是怎么混进来的？看样子他果然没有诓骗朕。真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控制住了柔妃。陛下，时辰已到，可以开始了吧？求先皇庇佑大禹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柔儿，你觉得陛下怎么样？陛下姿容甚伟，身强力壮，真乃人中龙凤。这次江晨做得不错，谢他一功。确实，这次啊，多亏了江晨，我们才能有惊无险的度过。江晨啊，这次可立了大功。陛下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？那镇北王的脸色呀，比御膳房的锅底还黑。陛下，你说你要记我一功，要给我什么赏赐？你不要忘了那个什么百金和千户侯啊！贪得无厌。那万里追杀令，你要不要啊？对了，江晨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，让柔妃不仅什么都不说，还对陛下如此痴迷啊？陛下请看，这个是一种蘑菇，还有它可以让人致幻。有头晕目眩的效果，以前不小心误食过，那几天啊，我什么人脸都认不清，我只能分辨基本的衣物，所以我就穿了陛下祭典时的那身龙袍，让柔妃啊对这身打扮有印象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效果。对了，江晨，你确定柔妃怀孕了吗？要是被谢远的人知道了，柔妃没有怀孕，那咱们麻烦可就大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陛下你就放心。我是妇科圣手，柔妃啊，她100%怀孕了。100%？这是何意啊？就是10乘10的意思。启禀陛下，镇北王求见。又来？江晨，这一次你随朕同去。微臣参见陛下。镇北王深夜到访，又有何事？难道又听说刺客入宫了？陛下，您说笑了。此次前来是替微臣的侄女讨个封赏。封赏？柔妃？不错，微臣侄女是后宫之中第一个怀有龙嗣的妃子。按照祖制，怀孕的嫔妃是有机会晋升分位的。这……陛下，您这是在迟疑什么？难道是对柔妃有所不满？放肆！这理应是陛下的家事，当由陛下决断。镇北王，你的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些。混账！本王与陛下商议此事，轮得着你一个小小的侍卫插嘴？来人呐，掌嘴！够了！怎么，陛下，你是要纵容一个小侍卫来侮辱本王不成？那个王爷说笑了，14呢
确实是多嘴，但是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犯不着啊跟他一个小小的侍卫计较。而且您啊误解陛下的意思了，陛下不是不愿意封赏柔妃娘娘，而是觉得柔妃娘娘第一个怀上了龙嗣，就生一个位分，这封赏不太够。但倘若生2个位分，这对宫里的其他娘娘又觉得不公平。毕竟其他娘娘陆续也会怀上龙嗣，希望王爷您能多多理解。你这个小太监还是挺会说话的，不错不错。晋升1个分位确实不够。你才是太监，你全家都是太监。小臣子，你既然这么了解朕的心意，那不如你来说说看，朕应该如何封赏柔妃？说什么我也要给娃他娘多挣点奶粉钱。按照祖制，嫔妃怀龙嗣，确实应当晋升位分。柔妃娘娘又是第一个怀上龙嗣的，我觉得这一定是先帝在庇佑我大人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应该大大的加赏。那你觉得应当如何加赏？这个赏100金，赏绫罗绸缎，赏金银珠宝，赏宫女太监，赏当然呢，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加赏。我觉得亲人的关怀可能更为重要。陛下，不如把柔妃娘娘的生母接到宫里来，跟柔妃娘娘团聚，小住个把月。让柔妃生母入宫，强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罢了，今日祭典他做得不错，姑且再信他一次。好，那就赏赐柔妃晋升位分，以及刚才小臣子说的赏赐。镇北王意下如何？微臣谢主隆恩。江辰，你对镇北王还真是奴颜婢膝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小臣子，你最好给朕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镇北王如此猖狂，我看你比他还要猖狂。他早就已经权倾朝野，侄女谢柔在后宫又更进一位，势必得到更多官员支持。小臣子，我看呀，你这是为虎作伥啊！陛下，还不如让我一件一件的给他凌迟处死，省得他胳膊肘往外拐。不是，两位小姑奶奶，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是为你们着想啊！你们听我狡辩，不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哎，14，你刚刚说胳膊肘往外拐，拿我当自己人了？14，让他说，朕倒是要听听，看他如何狡辩。陛下明鉴，柔妃晋升位分，合理合法，合乎祖制。你有什么好拒绝的理由吗？我看你是舍不得柔妃这个小浪蹄子吧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就听不懂呢？与其被迫答应，那不如直接给他一个封赏，卖面子嘛，说不定还能给镇北王挖一个坑，何乐而不为啊？挖坑？挖什么坑？你要把他活埋了吗？这可不行啊！朝堂上下谢远的党羽众多，不乏世家门阀、公卿贵胄，他若突遭变故，朝堂必将大乱，危害深远。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这个给他使绊子，不是要挖坑把他埋了。哦，谁让你不早说的？说，我们应该怎么给他挖坑？今天我看柔妃她母亲穿着过于朴素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贵夫人嘛，反倒像是个市井农妇。我觉得镇北王府不差那仨瓜俩枣，干嘛这么对待柔妃的生母？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肯定有猫腻。言之有理，还有吗？我想给我的娃儿挣点奶粉钱。还有就是，我今天向镇北王表达了善意，那他有可能拉拢我，哎，反倒让我去刺探陛下你的消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哎，陛下，以后你在后宫就可以安心了。
朕看你就是想要搭上镇北王这一条线吧。14，给朕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微臣遵命。陈公公留步。小臣子拜见王爷。王爷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啊。刚才多亏是公公一番美言，才使得陛下赐下诸多恩赏。这日后宫中有任何消息，还望陈公公知会我一二。王爷这说的哪里话？日后小臣子还需要王爷多多照顾。王爷这怎么好意思呢？100两，你就给我100两！你当我叫花子呢？陛下，江州大汛，洪水泛滥，死伤无数，饿殍千里，庄稼地全都被淹了，数十万老百姓吃不到粮食。微臣恳请陛下救救可怜的老百姓吧！户部尚书，附近有多少州郡可以开仓放粮？国库能否支援？启禀陛下，先帝时期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水灾事件，国库至今空虚，江州赈灾实在是有心无力啊。至于附近的州郡的情况，恐怕江州知府比我这个户部尚书了解的更加清楚。陛下，附近州郡同样遭受洪灾，只是没有江州那么严重。如今能依靠的只有京城了。你可不能对数十万百姓坐视不管啊，陛下！朕岂会对百姓坐视不管？只是如今国库空虚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诸位爱卿，可有什么好办法替朕分忧？微臣记得先帝时期，王爷便颇受器重，亲自主持解除了救灾平患，想必王爷应当有解救之法吧？果真不出我所料，这个户部尚书跟谢野这个老匹夫果然有一腿。启禀陛下，江州的灾情甚是严重，比起先帝时期的水灾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恕微臣无能为力，望陛下恕罪。求陛下救救江州的老百姓吧！望陛下开国库，救京城百姓。诸位爱卿，难道真的别无他法了吗？老夫说两句。老相国，您请。小谢啊，国库乃国之根本，若是国库充盈，支取些银两倒也无妨。可现如今我大禹国库空虚，剩下的都是军费，不可擅动。居然还有人能治得了谢远？老相国，别管军费不军费了，数十万老百姓都快要饿死了，连兵卒都没有，留着那些军费给谁花呀？老相国只说了不可煽动国库，又没有说不解救百姓，你嚷嚷什么？国库不能动。现如今我大禹危在旦夕，我等官员与世家岂能坐视不理？陛下，老夫提出一个建议，从国库提出一笔不至于伤筋动骨的银两，我等官员再凑出一些，世家与商人捐出剩下的部分，共度难关。可知此事，陛下意下如何？老相国所言甚是，此法甚妙。镇北王，你可有何异议？微臣并无异议。好，那便依老相国所言，传朕旨意，号令官员、世家、富商、百姓捐钱捐粮，共度难关。陛下圣明。我怎么觉得10月这傻妮子掉坑里了？太好了，老相国果然睿智非凡，短短2日便筹集了100万钱粮，再过几日备好车马，便可陆续发往江州，解救灾民。不愧是连先帝都依仗的老相国，您刚刚看到了没？老相国一说话，那镇北王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个。看到了，有老相国在，镇北王在朝堂上就无法一手遮天，我得好好报答老相国才行。
江晨，你速速去云飞寝宫，替朕让云飞怀上龙嗣，朕要晋升她的位分，让她与柔妃平起平坐。江晨，你在发什么愣？平起平坐还得让云飞压他一头。难道要让云飞连进2次位分？可是这样的话，镇北王恐怕又要跳出来找麻烦了。晋升位分需要怀上龙嗣的，我们把柔妃的龙嗣。你的意思是弄掉他的孩子？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怎么，你莫不是舍不得看到柔妃受伤？陛下，这镇北王他好不容易安分了几天，柔妃要是流产了，镇北王是不是得大发雷霆啊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可是抗洪救灾的关键时期，少发生事端为好。我看呀，你就是被那狐狸精迷了眼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的小命捏在谁的手里？又来！哎，陛下，您难道不觉得赈灾的事情发生的太过顺利了吗？我看你是不盼着大禹的好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老相国的计谋有何不同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事情它就没那么简单。陛下，要不你给我几天时间调查，我一定给你查出些蛛丝马迹啊！你只是朕的替身，用不着你多心。你还是赶紧去云飞的寝宫，好好抚慰她。3日之内，若是你不能让云飞怀上龙嗣，朕拿你试问。3日，行，我去就去，瞧不起谁？爱妃，朕让你久等了。只要能得到陛下垂怜，等再久都值得。陛下，可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妨说给臣妾听一听。臣妾虽是妇道人家，却也读过不少典籍，可为陛下排忧解难。爱妃，你觉得老相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祖父大人，在臣妾心中，祖父大人一生清贫，无欲无求，一心辅佐大禹王朝，对先帝更是忠心耿耿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不知陛下为何有此疑问？一生清贫，无欲无求，老相国竟然如此伟大，难道我错怪他了？云儿，是这样的，老相国呢辅佐朕很多年，朕想赏赐他，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。祖父大人平时喜欢字画，但不收藏，经常赠给他人。他的学生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收到过他的字画，朝中重臣也大都有收到过。那镇北王谢远呢？他有收到过吗？据臣妾所知，并没有。似乎是因为政见不合，所以祖父大人与镇北王从未有任何交集。看来是我多心了。云儿，今天弄疼你了吧？你呀，好生歇着啊。朕还有些奏章要去批，过2天，朕再来找你侍寝。谢陛下恩宠。哟，你这会儿不在云飞殿里，这么早出来做什么？我心慌啊。我总觉得最近有大事要发生。嫖香窃玉的事情干多了，是会遭报应的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是皇上的事儿。不说这个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这2天筹集钱粮的事，是不是太过顺利了？太顺利有什么不好吗？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问你，咱们京中官员办事，都这么利索的吗？这个得分具体的事情。比方，陛下要造一口宝剑，需要多久？这我倒是经历过，户部审批银两，工房调取材料，抽调工人，开炉重造，七七八八得3个月。3个月？那抛开打造花费的时间，你走流程需要多久？
1个半月左右，或者是再多几天。你看，这不就是问题所在了吗？你就打造一口宝剑，走个流程要花1个半月的时间，这筹集钱粮，2天的时间，200万钱粮，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啊！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我打造宝剑这个事情不是很紧急，而赈灾救命是10万火急的事情，我当然得快点了。这里面学问可大了，你不懂，这可不是从国库里拿钱那么简单。还有官员、世家门阀、京城的商人、百姓，要是没有一股力量强行推动，这么大笔钱，当真都能流入遍地灾民的江州吗？14，行吧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也当是帮陛下忙，带我去筹集银粮的仓库看看。你像耍什么花招？那可是赈灾救命用的，你想都别想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我在宫中又不愁吃又不愁穿，我还有钱没地方花。哎，我要不是真为你家主子，我至于吗？这个对他至关重要，随你便吧。也罢，我就顺便带你去看一下，正好我也顺便再检查一番。毕竟这可不是笔小数目，我还是稍微盯着点。库房重地，闲人免入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乃陛下贴身侍卫统领14，带陛下来巡视库房。见过统领大人。先检查钱粮。这都看完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情况不对，不就是一道车辙吗？这有什么？哎，我问你们两个，最近有没有载满粮草的车驶出？回大人的话，许多粮草堆积不下，就送往别处了。送去何处啊1里外镇北王府的库府，许多粮草都送去了那里。陛下知道这件事吗？镇北王特意腾出一个仓库来放粮草，这件事情陛下是知道的。跟我走一趟。你干嘛？你是陛下的近侍，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往里闯？那不然呢？我有令牌，全程畅通无阻，地牢我都是可以随便乱逛。是，我知道你厉害，可是我们是来调查取证的，不是来走秀的。你把令牌收起来。调查什么？你不会是真觉得镇北王私吞了银两吧？不是怀疑，肯定私吞了银两。我们这不就是过来取证的吗？你凭什么这么仔细啊？还记不记得车辙印啊？银两只是有进不出，但粮草却有进有出。那道最深的印子，我敢肯定，粮草里面混着大量的银两。那万一是很重的粮草呢？镇北王他是不是跟咱陛下不对付？那我们大胆怀疑，小心取证，这不正常操作吗？你带我飞进去。14和江辰怎么还没回来？还在云飞寝宫那边吗？该死的江辰，居然搞到这么晚，绝对是色鬼投胎。你不是说不会飞檐走壁吗？我是说我不会飞檐走壁啊，但我没说我不会翻墙啊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你在外面可不是这样，怎么一进来就行动？哎呀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这镇北王跟咱们陛下不对付，我得收集一下他的证据。动脑的事情就你来吧。我成智囊了？狗屁智，臭皮匠一个。没事儿，你我还有陛下，我们三个臭皮匠，还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吗？接下来去找咱们散落的粮草。干嘛要找粮草啊？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，他们在搬银子的时候，肯定混着搭的粮草，就不信没调出点米粒来。找，这里面一定有机关。
到了，一定要注意这批粮草。是。这两个家伙一整晚相视无间，也不在云飞的寝宫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启禀陛下，100万钱粮已经准备就绪，车马属下也已经连夜准备就绪，请陛下立刻下旨南下赈灾。请陛下发布圣旨，南下赈灾。好，圣旨早已拟好，江州知府着你携带100万钱粮，即刻启程，前往江州赈灾。且慢，陛下，圣旨不可以给他。启禀陛下，十四有事关赈灾的要事要启奏，还请陛下圣旨押后颁发。来人，传太医。14，起来说话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启禀陛下，昨日14带着小臣子去巡查库房，发现了一些端倪。什么端倪？有人想要中饱私囊，贪没赈灾粮款。竟有此事！14，究竟是何人胆敢打上赈灾营的主意？你速速道来。是朕。启禀陛下，是江州知府和户部尚书2人，他们将赈灾的银两藏匿在运粮马车里，送往镇北王的府库，意图嫁祸给镇北王。行了，哎呀，你少多嘴。昨日14大人冒死带着小人调查镇北王府库，我们找到了藏匿银粮的位置，也偷听到了这2人的对话。钱粮一旦运出京城，即刻会被这2人所瓜分，江州的百姓那是1分钱都拿不到啊！血口喷人！陛下，他诽谤我！陛下，他诽谤我！陛下，微臣是江州的父母官，怎会做出此等贪赃枉法之事？请王爷替臣作证，请陛下替微臣做主。镇北王，14是在你的地盘上发现的端倪，你可知道此事？糟糕，定是昨夜我等商议时被他们听到了，还被14拿到了证据。这小太监是在提醒我明哲保身。启禀陛下，微臣与此2人毫无瓜葛，请陛下彻查2人，还微臣一个清白。赈灾事关重大，朕一定会彻查此事，宁杀错不放。别动，乖，再动伤口要裂开了。为什么不找太医来给你包扎？是怕被他们发现你的女儿身？谁替我包扎你不用问，我刚刚要揭发镇北王，你为什么不让？明明他才是主谋。不是，难道你觉得？14，你的剑刚刚逃离镇北王府时断掉的。14拼死保护我离开，就是因为这把剑断了才受的伤。江辰，你最好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朕就让你变成真太监，让你再也别想夜夜笙歌。对啊，明明镇北王才是主谋，为什么你把他摘出去？你到底是站哪边的？天地良心啊！我真的是为了陛下我才这么做的。扳倒镇北王才是帮我，你说是帮我，却处处维护他镇北王，口蜜腹剑。看来是我看错人了，早知道将你从地牢里带出来那天，朕就该一剑杀死。哎，且慢且慢，好不好？且慢且慢，听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行不行？14带着我从镇北王府一路杀出来，那么大的动静，难道他们会把银子放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查吗？我们是不是没有证据？如果镇北王牵扯其中，他会有100种方法为自己辩解，还能包庇那2个人，还能反咬陛下你一口。我把镇北王从里面摘了出去，他情急之下直接把那个什么吏部尚书和江州知府扔出去给顶罪。他会协助我们自己来定罪，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剪除掉镇北王的羽翼啊？陛下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别说现在没有证据，就算是铁证如山，我们也扳不倒镇北王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应该让他认罪伏法吗？按理来说，确实是应该让他认罪伏法，但问题就在于镇北王羽翼丰满，所有人都会替他说话。假如他一口咬定那里是存放赈灾银的库房，朝堂内外都会认同他。我这个当皇帝的要有什么办法？眼下的结局应该是最好的，
朕可以提拔心腹做户部尚书和江州知府，踏踏实实救济灾民，而且还打击了镇北王党羽的嚣张气焰。江辰，这次多谢了。哦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客气啥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哼，小爷我迟早把这个傲娇女帝拿捏在手心，柔软搓扁。哼！诸位爱卿，朕已查明真相，前任江州知府与户部尚书暗中勾结，结党营私，把手伸进赈灾款当中，罪不容诛。朕已将此二人发配充军，加卷贬为庶民，其子嗣后代科举永不录用。陛下英明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派遣新任江州知府携100万钱粮南下赈灾，着镇北王谢远负责看管押运。若发现任何罔顾百姓死活、中饱私囊之举，斩立决。微臣领命，臣定不负陛下期望。微臣领命。这小皇帝竟一直派人盯着我，这次还好有小太监报信，这一路难保不会又派人暗中跟随。看来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哎，我来。你干嘛？你自己可以。你又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呢。笨犊子！你呀，为了救我，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那我要照顾你。我要不照顾你的话，这心里多过意不去啊。你怎么不去照顾你的柔妃和云妃呀？这小妮子的表情怎么像是吃醋了？女侠以命相搏，为了我，我无以为报，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你拒绝就拒绝，你下这么狠的手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一下，这断送你自己下半生的幸福啊！你这淫贼，休得胡言乱语！我对你才没有那个意思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下次绝对饶不了你。你这小妮子，你看看你这脸，都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了，嘴硬。行，我去找柔妃。娘子，哎呦，母亲，既已来到宫中，就踏实住下吧，好让女儿在您膝前尽孝。好在我的柔儿福大命大，活出来一个人样。母亲，镇北王究竟是怎么对待柔妃一家的？说是叔侄，落差怎么会这么大？我继续听听。今日收到南方消息，赈济灾民已经小有成效，数万灾民已经吃上了饭，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朕今日心情大好，与爱卿共饮佳酿，无醉不归。来，300杯啊，300杯！对，300杯，醉了也得喝。小臣子，这一次你又立了一功，保护了赈灾钱粮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陛下，我想要您后宫当中的那些可怜女子，赏给在下。瞧你这点出息，准了。谢陛下。登徒浪子，色鬼投胎。圣人云：食色性也。陛下，在下还有一个赏想向您讨。镇北王，朕不是命你负责赈灾之事，怎么突然回京了？启禀陛下，微臣赈灾已初见成效，此次乃是回京述职。小臣子，把你昨夜和朕说的话向诸位爱卿复述一遍。启禀陛下，赈济灾民已初见成效，但是赈灾所花的钱粮，那可是无底洞啊！1、2个月的时间撑住倒是没问题，但是灾后重建的工作，耗费的时间不止1、2个月啊！还请陛下与诸位大人早日决断，避免民怨沸腾。这小子居然把本王的台词抢了！
本王还想等民怨沸腾时拿来为难小皇帝，可惜了。诸位爱卿多多少少都曾经历过先帝时期的那场水患，想必各位应该已有良策了吧？启禀陛下，微臣此次进京述职，也正好想向陛下阐述这件事情。不要脸的老匹夫，明目张胆的抢我功劳，亏我还帮了你2次。镇北王，先帝时期镇阳水患就是你处理的，当时是如何处理的？可有良策？先帝之时，国库充盈，微臣只是奏请先帝开国库，以来赈济灾民，但也是艰难度过。如今国库空虚，全京上下捐钱捐粮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步，再无余力重建家园。陛下，奴才有办法。我等朝中重臣正在商议国家大事，你这小太监就莫参与此事了。不错，区一个奴才，竟敢妄议国家大事，简直不自量力。你能提出灾后重建的问题，确有几分机敏。可眼下就连陛下和镇北王都黔驴技穷，你又能有什么好办法？让他说，老夫倒想听听他有什么点子。不错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说不定这小子能有什么好办法呢？老小子，可算说了句人话。既如此，小臣子，你且把你的想法说给诸位爱卿听一听。启禀陛下，在下有几点不太成熟的小建议。第一，灾后的重建工作不在于恢复生产，而在于处理好灾民的尸体，以防止瘟疫大面积传播。第二，赈灾当用重典，多人监管，贪赃枉法者，冒领赈灾款者，杀无赦。第三，轻徭薄赋，以示陛下天恩浩荡。第四，便是灾后重建，我们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，这是何意？通常我们救济灾民，不是衣来伸手，就是饭来张口。除了哄抢钱粮之外，还会产生大量的米虫。同样的银子直接发放，倒不如以工代赈，让那些有能力的灾民去赚取银两，自力更生。这样一来，灾民有了希望，而其他各州郡的百姓也看到了有钱可赚，也会参加到江州灾区的重建工作当中。我们何乐而不为？此计甚妙，看起来是年轻有为啊。这小公公以工代赈，妙不可言，连本王都没想到，真是让本王佩服。灾民们赚到钱，又花钱买了粮，这一进一出，国库的压力可就没这么大了。没想到江臣竟然撬动了整个朝堂，连老相国和镇北王都罕见地站在一起支持，这家伙竟如此不凡。江臣不凡，岂不是证明朕眼光独到，把一介登徒浪子调教成了独当一面的臣子？好，小臣子，你献计有功，想要什么奖赏，尽管说。启禀陛下，在下想在制造局讨一份差事。制造局无关紧要的地方，不如投桃报李，帮他一把。启禀陛下，这小公公献计有功，应当得此赏。少校，你可算办了件人事。小臣子，跪下听封。朕就封你为正二品内务总管，兼任制造局督办，往后总管宫廷大小事务。陛下，微臣认为此事不妥。老相国，您这是何意？陛下，内务总管责任重大，按照俗制，断没有让一个阉人为官的道理。前世为鉴，还望陛下三思，莫让一个宦官扰乱了朝政啊！老相国，朕心意已决，无需在意。退朝。祸乱朝纲，这也太看得起我了，这是把我当成9000岁魏忠贤了呀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
我貌似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毕竟哪有太监能像我这般替皇帝宠幸妃子呢？内务总管这个职位也大有说法。要知道，就连纳兰明珠、年羹尧还有和珅这样的大官都当过内务总管，这个赏赐也太大了，难怪老相国不答应。嘿，还好小爷我笼络了镇北王，要是连他一起反，这个位置绝对轮不到我。总管大人，制造局的主管大人他怎么了？他正在忙于督造军械，无暇拜见大人。他堂堂一个总管，用得着自己亲自督造军械吗？分明就是找借口不想见我。小桂子，带个路。扎，我们去看看他磨什么洋工。那江晨算个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太监，竟然骑到我的头上去了。就是，制造局可是我大禹的重要部门，怎可让一个阉人做督办？小皇帝真是想一出是一出。说得好，哈哈哈，让一个阉人做督办，简直可笑。不过这话在我面前说说就行，千万不要在外面说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。陛下肯定是受了奸人蒙蔽，竟然让宦官掌权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说得对，制造坊督办，他江神配吗？他懂军械吗？啊，他懂制造局吗？我是不懂制造局啊，这不是来向李大人请教一二吗？你就是江晨？一个大妖人带着一个小妖人，你不老老实实做你的太监总管，来我这制造局做甚？李大人，他们俩来我制造局打杂的吧？怎么可能？他们这种阉人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给我打杂都不配。李大人，你平时就这么管教手下的？我怎么管教人，用得着你多嘴吗？真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，用一个阉人做督办。话说你这个督办，不会是拍马屁得来的吧？早知道我也在陛下面前多溜须拍马，说不定我也能混个一品大官当当。完了，你真完了。那个小桂子，你记一下，制造局的总管李密，妄议当今圣上，诋毁当今圣上，有眼无珠。哼，阉狗，你诋毁我！你话里话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是不是小桂子？就是。那我们当然只有如实的汇报了。哦，当然了，如果你老老实实的配合我，或许还有那么一丁点机会。呸！阉狗仗势欺人！我李密兢兢业业20年，陛下定会为我做主。住手！竟敢私自掘毁军械！李大人，这就是你兢兢业业的结果呀！大胆江臣，竟敢私自毁坏军械，该当何罪？哼，14就是用了你们这样的破铜烂铁才受伤的。破铜烂铁，啊，李大人，为什么能在你的带领下，咱们的制造局做出这么多的破铜烂铁啊？胡说八道！你这个人使用了什么妖法，竟敢私自毁坏军械？我定要向陛下面前告你状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把刀带过去给陛下看看喽。你这阉人，敢威胁我？私自毁坏军械可是重罪，不怕陛下惩戒你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是我毁掉这些破铜烂铁最重啊，还是你制造这些破铜烂铁罪更重啊？何况我是制造局督办吧，我是不是有责任检查你这些破铜烂铁？你有什么异议啊？小桂子，你把这给我拿上，见陛下。是。你这阉狗，快放开我！陛下驾到！陛下，就是他，险些害死14。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此子擅闯军械坊，私自毁坏军械，请陛下治罪。陛下，这个就是李大人兢兢业业的结果。陛下，啊！朕就说，14的长剑怎么会那么轻易崩断？那可是朕量身为他打造的宝剑，原来是你这样中饱私囊的混账作祟！原来他去制造局
是想为我打造一柄好剑。陛下，请您看在我兢兢业业20年的份上，饶了小人一命。饶了你？那谁来饶了拿着你造的破铜烂铁上阵杀敌的将士？年年哭穷，年年喊累，这就是你给朕、给先帝的答复？制造局主管李密，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，毁我大禹根基，判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，以九族，以谢天下。14，放着你来。啊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帮我上药？哦，我来。静雯怎么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？乖乖，平日里看不出来，14竟然这么有料。你怎么突然想着去制造局啊？啊，我想打造一些物件，有一个制造局的身份方便一些。他肯定是想打造一柄宝剑送给我。我呢，想给你打造一副刀枪不入的软甲。软甲？这样一来啊，就没有任何人能伤你分毫。有了软甲，14女侠就可以好好保护我了，完美。你这伤啊，已经结痂了，再上1、2次药就好了。今晚怎么没去找你的柔妃和云妃啊？哈，柔妃的母亲跟柔妃在一起不太方便，云妃嘛，她怀孕了。那你岂不是没有地方可以去？没有啊，我去制造局凑合一晚就行。去制造局干什么呀？晚上跟我一起练武啊？练武？我不是那块料。我们去床上练如何？江总管，这是怎么了？谢谢王爷关心啊，奴才这是得了风寒，双腿行动不便，所以扶着墙走路。年纪轻轻就得了风寒，你这身体也不怎么样啊，自己还是多加注意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王爷慢走。哎呦，啊，真不愧是女侠，把我都折腾得够呛。哼，这柔妃和云妃加起来，加一块儿都抵不过她。还好这王爷不知道我是个假太监，要不然笑话死我。哎呦，哎，你走路干嘛扶着腰？肾不好。话说你怎么一个人来？14呢？那什么，14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告假一天。14自幼练武，身体强壮，几乎很少生病。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？你昨晚在哪里休息的？该不会是和14？好啊你，胆子是真的肥了，竟敢连朕的护卫都欺负。看朕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启禀陛下，制造局军械房主管李密，中饱私囊，已凌迟处死。区一个军械处主管，绝对不敢做出此等欺上瞒下的大事。着大理寺彻查，凡相关人等一律杀无赦。镇北王，你统领北境大军，可有士卒反映过武器质量不佳？爱卿，此事莫非与你有关？回禀陛下，微臣绝对与此事无关。微臣愿积极配合调查，以正此情。陛下，臣不用猜都知道，谢远跟军械库那帮人肯定勾结在一起。北京那么多士兵，我就不信了，一个骂破铜烂铁的人都没有。朕当然能看出这一点，难就难在，要想坐实这一点，需要足够的证据。哦，我觉得要是我们能够找到镇北王贪墨军费的证据，或许真的可以一举扳倒他。不错，和上次赈灾不同，
这一次他没有办法推脱给别人，他就是北境军队最大的掌控者。哦，而且托你的福，扳倒前任户部尚书和江州知府后，镇北王的党羽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了，朝堂内多了许多支持朕的声音。那陛下这一次是不是得嘉奖我一下？你都睡了朕的贴身侍卫，你还想要什么奖赏？这次不一样的，14是主动的，我是被动的。不过这次啊，陛下，你还真非得嘉奖我一下不可。哦，为何如此有自信？你还记得李密总管手下的2个工匠吗？我把他们藏起来了。江总管今日气色不错呀。回王爷，昨日睡得香。本王有小事请江总管帮忙。王爷尽管吩咐，小的一定办妥。那日抓捕李密的时候，有2个小工匠不知去向，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回王爷，我听说那2个小工匠不是和李密被吏部的人一并带走了吗？应该已经被处死了吧？可是陛下并没有下旨将他们2个凌迟。那2个小工匠不知所踪，不在地牢，也不在大理寺，仿佛蒸发了一般。本王身居高位，这难免会有非议，流言蜚语啊，不得不防。如果这2个小工匠胡乱攀咬，那对本王可是大大的不利呀。王爷，您放心，小人在宫中有一些人脉，一定会尽全力去查，不叫他们乱说话。江总管果然知情识趣。这钱是给你上下打点用的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谢王爷。500两，你连我都打点不了，你打点谁呀？你脑子有病是不是？不过这倒说明那2个小木匠跟镇北王都有关系。做得好，没想到你教好镇北王这一步贤棋，居然能屡建奇功。这一次这2名小工匠很有可能就是朕扳倒镇北王的希望。对了，江辰，你到底把那2个小工匠藏在哪儿了呀？我听说啊，镇北王把地牢和大理寺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。没错，皇宫里面他都搜遍了，就连朕的寝宫他都没放过。你到底把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在一个你们绝对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你把人藏到了云飞宫里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废话，你又不可能把人藏到宫外，而宫里柔妃是谢远的人，肯定不能藏。朕的宫里他已经搜查过了，14的住处更不用说。对啊，剩下安全的地方就是其他嫔妃的寝宫。除了柔妃，你与云妃相处最深，而且云妃是老相国的孙女，她的住处谢远自然不敢轻举妄动。也好，你将人藏到了云妃那里，朕多少也能安心一些。你好厉害啊，竟然能想到把人藏到云妃宫里，真厉害。14，朕明明也想到了好吗？是，陛下你最厉害了。走，你们都给朕走，朕想静静。陛下，那我陪你静静吧。快滚！镇北王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微臣何罪之有？朕已经找到你贪墨军费、粗制滥造军械的罪证，制造局主管李密就是你的心腹，你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全都在朕的掌握中。铁罪如山，还敢嘴硬？陛下，如果微臣有罪，就请将罪证公诸于世，微臣愿自刎，以谢天下。那2个小工匠分明在朕手里，和谢远贪墨军费的往来书信也都被朕找到，为何谢远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？
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江总管，呈上罪证。是，陛下。宣工匠进殿。谢远，尽管笑，我看你呢，马上就笑不出来了。你给我的600两，我全部用来给你买纸钱。本王早就该看清楚你是谁的人，不过现在也不晚。难道还有变数？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工匠全死了，书信也没了。什么？陛下，到底是何人死了，让您如此失态？说出来，让微臣替您好好哀悼一番。你，陛下，微臣的罪证呢？你正好也拿出来，让微臣好好的瞻仰瞻仰。谢远，你休要放肆！放肆！陛下，你无故污蔑了臣子，寒了臣子的心，寒了诸位大臣的心。微臣马革裹尸，率领几十万将士镇守边疆40余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如今到了陛下口中，我却是一个贪赃枉法、助数十万将士于不顾的大奸臣。这如果让天下人知道，皇帝是如此一个冷血无情、过河拆桥的，你说百姓会如何想你呢？住口！陛下圣明，岂容你如此污蔑？差点忘了你了，敢将本王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你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今日的结果吧？叫你一声江总管，你真当自己有本事了是吗？你这个阉人！谢远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陛下，微臣想请陛下写下罪己诏，洗刷微臣的冤屈，以示天下。罪己诏，这罪己诏，还是镇北王你自己下。江辰，你说什么？江总管，饭可以胡吃，话却不能乱说。这罪己诏是因为陛下污蔑了本王，为何还要本人亲自写？不错，就是你下。陛下请看，诸位大臣请看，这个就是你镇北王私通制造局军械坊主管李密的信件。这里面呢，有镇北王的私印，有你中饱私囊的罪证。江烟狗，你血口喷人！哦，我是不是血口喷人？陛下一看便是。你劫杀人证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我会把人证物证分开保存吧？你收回去的那些信件是我们造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陛下，如果我冤枉了镇北王，取我江辰的人头，如果情况属实，镇北王你该当何罪啊？欺上瞒下，糊弄君王，劫杀人证，革去谢远镇北大将军一职，革去镇北王封号，革去一切功绩功名，贬为庶民，以九族，以谢天下。不仅如此，还要记入史册，遗臭万年，永被骂名。证据确凿，来人啊，将谢远押入天牢，命大理寺彻查此案，不得有误，如有阻挠者，一律杀无赦。慢着，陛下，你不能杀我。哦，陛下堂堂大于天子，还不能杀你一个罪大恶极的奸臣，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国防，朕倒是想要听一听看，朕为何不能杀你？我战功无数，先帝御赐了一块免死金牌，可免死罪一次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一将无能累死千军。你这个镇北王的封号，你这块免死金牌，是踏着无数的忠骨得来的，你好意思说你立功无数？朕要杀你，你以为是一块免死金牌能挡得住的吗？启奏陛下，您恐怕真的杀不得你。老相国，朕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陛下，您莫忘记，当初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，并非只有一块。并非只有一块，那又怎样？谢远罪无可恕，为何杀不得？老臣言尽于此，请
陛下圣裁。陛下，就这么放了谢远吗？要是陛下一意孤行处死谢远，那这块免死金牌不就等于一块废铁吗？那些祖上发了免死金牌的世家大族，定会哗变。那会怎么样？那样朝堂之上就没有一个人会再听陛下的旨意了。江辰，万幸你将那几封信件替换了，要不然朕今天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。要不是你，朕怕是必须下罪己诏。你真是朕的一员福将。不过你不是把那2个人证放到云飞殿里了吗？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除非是我们3个，云飞、小桂子，我们当中出了奸细。我们3个不可能。云飞是老相国的孙女，老相国跟镇北王素不和睦，应该也不会是他。看来，只有可能是小桂子。就小桂子那点胆量，她应该是不敢的。你没看到她刚刚在议政殿上都被吓得魂飞魄散了？就算她不敢，也有可能是被谢远收买了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云飞泄露的消息？有人来了，赶紧进去。看不出这谢远平常5大3粗的，居然还收藏山水画。陛下，您终于来看望臣妾了。云儿，我在宫中后殿藏了2个人，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？陛下要臣妾保密，臣妾从未告诉任何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说谎的眼神是飘忽的。可这小妮子满眼都是我，1秒都不肯移开。她真是奸细吗？可这幅画又该作何解释？云儿，你告诉我，你临摹的这幅画到底是谁的？陛下，这幅画是祖父大人亲手所画的，昨日派人送入宫中。您看，这上面是没有题字和落款的，这也是祖父大人的习惯。云儿，你曾经告诉过朕，老相国和镇北王政见不合。老相国虽然喜欢转赠画作，但从来没有送给过镇北王，对吧？是，陛下。祖父大人赠画之后，一般都会收回礼，家中都会一一记录下来。臣妾曾经掌管过账簿，其中并没有镇北王府的记录。老相国和镇北王政见不合，镇北王的密室中却有他的画作收藏，绝不可能。除非是老相国赠送给他，他没法拒绝，却又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所以才放进了密室。陛下，您怎么一直在冒冷汗？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来人，传太医。不必了，朕还有一些奏章没有批，今天过来就是看看你和孩子。你怀着身孕，千万不要站太久啊！孩子呀，孩子，你的曾祖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老相国怎么会和谢远勾结在一起？老相国看着朕长大，一直辅佐朕，把握朝政，庇护朕的周全。他们明明应该政见不合才对。陛下，可老相国的画作确确实实就出现在谢远的密室里，这一点说不通的。江辰，会不会有一种可能，那里面的是某位大家的作品，不是老相国的画作？陛下，我确定我没有看错，没有题字，没有落款，而且那幅山水画的线条就跟密室里的几乎一模一样。陛下，我刚刚才审完了小桂子，能用的方法都用了，就连酷刑都差点用上了，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江辰，朕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你还有我。
如此，休想趁虚而入。我只是想安慰陛下，我绝非他意。刚才的事情，休要再提。朕乃一国之君，容不得你放肆。刚才的事情，要是传出去半句流言蜚语，朕就阉了你。这么狠？那要是他泄露出去呢？朕一样阉了你。这个霸道的女人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把你拿捏在掌心里，让我乖乖做我的小猫咪。那我就先告退了，我明天再来。十四，你说江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江辰性格胆大跳脱，色胆包天，色中恶鬼。但是他办事靠谱，是一个值得信赖、值得依赖的人，而且他总是能给人惊喜，并且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但是就是太好色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一个色中恶胚。接下来这几天，你们出门办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刺客频频出现，恐怕这宫内也不是绝对的安全。尤其是你，江辰，谢远现在最恨的人，应该就是你。还有件事，云飞怎么办？云飞有走漏消息的嫌疑，不能放过。孩儿他妈眼神那么纯巧，得想法子保住他的性命。啊，陛下，云飞确实有走漏消息的嫌疑。但是以臣对她的了解，她真的只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。朕看你怕是舍不得云飞这个大美人，还有她肚里的孩子吧？不愧是女帝啊，看人真准。陛下，臣以为云飞现在是千万不能动的。虽然我们扳倒了一个镇北王，但是还有隐藏更深的老相国。一旦云飞出了事情，那老相国必定心生警惕呀。如今敌明我暗，我们可不能把这样的优势拱手相让啊。言之有理，看来云飞确实还不能动，也没有动的价值。我们多提防着他便是了。下一步做什么？下一步奸细我们还是要继续查的，演给老相国看，说不定他会露出马脚。如此，那就只能委屈小桂子一段时间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一个字：等。等？等什么等？我们等。老相国也在等，看谁先出招，谁先露出破绽。柔儿，几日不见，肚子这么大了，咱们的孩子一定很健康啊。陛下，是不是因为臣妾怀着龙丝，没有办法侍寝？您都好久没有来了。哎呀，瞎说什么呀！朕还不是想让你安心养胎，那朕也是为你着想，强忍着不来找你。你有多大的杀伤力？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？陛下，臣妾错怪您了，请陛下责罚。你这个小狐狸精，朕怎么敢责罚你啊？等你生下龙嗣，朕就安排你侍寝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这夜晚呢，朕有多难熬。陛下，臣妾生产的时候万一难产了怎么办啊？保你，朕只要你，龙嗣什么不重要，只要你陪着朕，朕就安心了。柔儿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。我不是。陛下正在里面宠幸柔妃，谢远，你擅闯后宫，该当何罪？谢远，他怎么在外面？本王有家事要见柔妃娘娘，延误了重要的事情，你不怕柔妃娘娘怪罪吗？谢远，你现在已经被陛下贬为庶女，免死金牌也已经被收回，还敢放肆？放肆！本王，我是以谢家家主的身份来见我的侄女，你要是耽误了大事，不怕她怪罪于你吗？我侄女可是第一个怀上龙嗣的，如今圣眷正浓，得罪于我就是得罪她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难道说寝宫里的人不是陛下，而是其他人？混账！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胆敢上前一步，我让你血溅当场！正事重要，这寝宫我闯定了。
谢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擅闯后宫！如今你可没有第2块免死金牌，你这是在找死吗？家主，为何硬闯进来？这是要做什么？草民参见陛下，参见柔妃。看够了吗？这要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草民听闻今日有刺客入宫，担心柔妃娘娘的安全，特意前来查看。怎么宫里每次有刺客的时候，你都能第一个到场？你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。看来在朕的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。陛下您说笑了，草民岂敢在陛下的身边安插耳目？今日陛下身边怎么少了一个人？不知那江总管去往何处？王爷，找我何事啊？你怎么在外面？本总管怎么了？在外面有什么不妥吗？王爷，哦不，你已经不是王爷了。家主，宫中又有人遇刺了吗？陛下，您可定要彻查此人啊！不用了，今日没有人行刺，惊扰了陛下跟柔妃娘娘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谢家主也是关心柔妃的安危，这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？只不过这擅闯后宫嘛，江总管，该怎么判罪呢？擅闯后宫，这可是重罪。谢大人应该没有第2块免死金牌了吧？按照大禹律法，擅闯后宫者一律当……够了，谢家主，你今日辛苦了，还是早些回去吧。谢陛下。只不过这后宫不，整座皇城，已经不是你谢远想来就来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了。还请谢家主莫要自误。陛下，柔妃，江晨，你们刚刚是什么情况？今日多亏了柔妃深明大义，朕就中了谢远的道了。对不起啊。其实祭祀大典那天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何一直看不清陛下真容？后来谢远告诉我说，陛下有可能是女儿身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与我共赴巫山之人，并不是陛下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还要帮陛下？人家都已经失身于你了，帮你是陛下授意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，而且我对你还挺满意的。只是因为这样，就这么简单？当然还有孩子的原因啊，不管他是不是龙嗣，但至少他是臣妾的第1个孩子，我不想失去。夫君把我母亲接入宫中，让她脱离苦海，臣妾感激还来不及呢。那天啊，祭典，我就觉得你母亲穿着过于朴素，便想着借着位分的机会，把你母亲送进宫里，一家团聚啊。臣妾的母亲在谢府是婢女，整日遭受毒打，日子难熬。现在陛下制服了谢远，臣妾心愿已了。日后陛下有任何事情，臣妾定当尽心尽力。你我都是身不由己的女人，我懂你的感受。虽然暂时扳倒了谢远，可他的背后另有其人。要是他背后这个人不揪出来，那咱们都寝食难安。柔儿，你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关于谢远的密事？密心之事，臣妾入宫之前有一封信件，让我带入宫中。我以为是给我的，就打开看了。我隐约记得信件中有提到北境兵器和食盐贸易，好像还有独占二字。这又是食盐又是兵器，还独占，他莫非北境搞垄断呢？垄断？就是独占的意思啊！你想啊，有这么一个商人，他囤积了大量的粮草，老百姓上哪儿买去？老百姓得吃饭吧，他不能挨饿吧？到那个时候，这个价位是不是得由这个商人定啊？奇货可居，待价而沽。启奏陛下，现如今北境各地盐商坐地起价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民生怨道。现有奏折呈上，呈上来。
趁水患危难时期低价买入10亿，大量囤积，待价而沽。好大的狗胆，还真以为山冈皇帝远是拿他没办法了不成？陛下，现有谣言四起，称陛下皇位不正，德行缺失，导致天怒人怨，降下天灾。下一个便是北境。消息来源呢？仿佛有人刻意在民间散播流言，却无从查证。相国大人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此事不值一提，派人将那些囤货商户和散布谣言者一并抓获即可。相国大人，现在北境人心惶惶，百姓因吃不起盐，已有多人患病。倘若此刻捉拿盐商，必定会被有心之人刻意曲解。如若挑起官民纠纷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放肆！这些奸商竟敢趁天灾大发国难之财，还敢妖言惑众，挑起民怨，朕定要将他们治罪。诸位爱卿可有良策？微臣无能，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老臣认为民心沸腾，其一是因为买不到盐，其二是听信谣言，认为陛下的皇位不正，恐引发天灾。陛下只要解决这2个问题，平息民心，共度难关。这老东西思路没错，但他肯定没安好心。姑且看看他能给出什么方案。朕明白了，请相国大人细讲。其一，买不到盐，便将那些囤积商盐的商户一并抓起，这样便有了食盐。其二，谣言止于智者，绝非愚民，好抓捕和控制谣言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反而会使百姓误认为谣言属实。陛下不如下一封罪己诏，向天下人道歉，谣言力破。好你个老逼弟，果然不发好屁！相国大人，你竟然让陛下下罪己诏，你安的是什么心呢？是让陛下向谣言低头，向天下人说自己皇位不正，那岂不是把整个北境的民怨都集中在陛下身上吗？并非是老臣所愿，实在是谣言难平，民心沸腾，故此才出此下策。既然是下策，你还出，这就是老相国为国为民的态度吗？江总管，一个内务总管，你应当珍惜陛下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，管好你分内之事，莫要插手朝廷大事。那你为什么不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，而把民怨集中在陛下身上？你是三朝老臣，你是国之柱石，你为什么不自己下罪己诏？你要下的诏，这效果不比陛下差吧？伶牙俐齿，老夫只是一介臣子，怎可与陛下相提并论？江总管对此事如此上心，难不成平息民愤好办法？上心？我当然上心，我怎么可能任由你欺负我媳妇儿？江总管，不必勉强。如果没有办法，直说便是。实在不行，朕可以下罪己诏，以平民怨。陛下，你对这个江总管真是器重啊！莫要忘了，他只是一介阉人。相国大人，注意你说话的语气，阉人也是人。陛下息怒，在下确实有个法子。难不成你要替陛下立罪己诏？出现问题，那就解决问题。最大的民怨，并不是来自于谣言，而是老百姓没有盐吃。陛下，我能解决食盐问题，而且量大管饱。江辰，你这样真的能研制出细盐吗？看好了，最后一步了。你怎么了？中毒了吗？哎呀，哎，怎么样？咸，
督办大人，你果然没有骗我啊！我这个真的出了戏言了，我已经可以独立制作戏言了。做得很好，公羊，你果然是一点就通，怪不得你叫公羊通呢。是大人的方法好，多谢大人给我这个机会。好好表现，加紧制造，我去向陛下给你请赏。这制造局空出来，那不就非你莫属了吗？啊！多谢大人提醒。此子竟真制出了戏言，既如此，就留不得他了。14，小14，我的老婆小14，今天不是应该休息了吗？算了，就当给个惊喜吧。哎，有刺客！大胆逆贼，速速找死！江辰，你没事吧？你挺住，我带你去见御医。相国大人，幸不辱命。亲眼见他死去？不，小皇帝的贴身侍卫及时赶到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小人将您赐下的3枚化骨毒针全部打入此子胸口，小人亲眼确认。如此甚好，化骨之毒天下罕见，可溶骨断脉。此子断然没有生还的道理。启禀陛下，制造局昨日遭遇刺客，制造戏言的器皿和材料全都毁于一旦，就连江督办和微臣制造的戏言也都当真制出了戏言，那成品呢？都被刺客毁掉了。该不会是制作失败，找了一个莫须有的刺客来诓骗陛下？这是欺君之罪啊！相国大人，并非如此啊！欺君罔上，那是要诛9族的。那你倒是把成品贡献给陛下，老臣也想开开眼，增长见闻。那个，你既然已经制造出了戏言，你就依着你说的，是被一个刺客捣毁了，那你再制造出一份出来不就是了？何必还支支吾吾的呢？公羊通，不用紧张，你慢慢说。谢陛下，并非微臣不想制作戏言，只是制作戏言的那些器皿全都是江督办亲自制作的，微臣也是闻所未闻。如今这个器皿全都被刺客毁掉了，微臣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请陛下再让江督办制造一批这个器皿，有了器皿过后，微臣不消半天便能制造戏言。那就请陛下再召江督办制一批戏言吧。何须那么麻烦，直接让江督办把制好的戏言带过来不就成了？微臣拭目以待。陛下，我做出戏言了。哎，相国大人，您看到我怎么这副表情？很惊讶吗？还好我提前制作了防弹衣，要不然非得被这老逼灯阴死。江辰，你没事吧？你挺住，我带你去见御医。刚刚明明看见针穿进去了，怎么可能没事嘛？你看，这个是我新研发的金钟罩铁布衫，你一套，我一套，陛下一套。以后我们再也不怕什么刺客伤害我们了。此子竟然没死，化骨之毒天下罕见，太医院不可能有解毒之法。难道是死士被他买通欺骗了？哈哈，江督办说笑了，我只是惊讶，你这戏言真的制作出来了？戏言在此，要不老相国一会儿尝尝？陛下，郭阳通，你来，让大家尝尝。哎，来，果然是戏言，江辰，真没有看错人。果然是戏言，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盐更好100倍。要是大禹百姓能吃到这样的好盐，必定能平复民怨。杨公子，
此盐产量如何？是否能供得起我大禹所有百姓？尚书大人放心，就算整个京城人人把盐当饭吃，我们的制造速度也跟得上。江大人真乃神人也，是我陛下之福，大禹之福。真是喜宴，真是好宴啊！启禀陛下，再过几日，向我大禹进贡的满北使臣就要抵达京城，到时候也让他们北方蛮夷见识一下我们的戏言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天国上朝。江总管，朕命你设法扩大规模，批量生产戏盐，用最快的速度覆盖整个大禹。是，陛下。倘若是有人再敢对官盐下手，朕定会追查到底，诛九族，杀无赦。小阉人，我竟让你再蹦跶几天！北蛮使臣抵京之日，也是你死期来临之时。陛下，舒服吗？陛下，想要吗？哇！陛下这么狠的手啊！自从有你推拿按摩之后，朕的寒疾之症减轻了大半。不错，还要多久才能痊愈？陛下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大禹它不是一日建成的，寒疾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。正所谓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按摩还需要循序渐进，欲速则不达嘛。况且微臣就在你的身边，你要是想要按摩呀，随时叫我呀。如此甚好。对了，你制作戏盐之事，朕还没有给你加赏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微臣想要告假一天，出宫透透气。拿着朕的令牌，穿上你的铁布衫，再带上一对金牛卫出去。有必要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吗？朕命令你，必须平平安安回宫，一根头发丝也不能少。放心。大禹哪哪都好，但跟现代完全没法比，恐怕只有青楼值得一逛。我倒要看看京城最大的青楼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你们三个就坐这儿，不要影响我发挥。但是放开了玩，本公子请客。江总管不是那什么吗？为什么带咱们来醉仙楼？过个眼瘾不行啊！咱们哥几个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何况江总管？嘘，小点声，先找小娘子，反正江总管买单。哎呦呦，哎呀，这不是江公子吗？好久没来我们醉仙楼了，这儿的姑娘可都盼着你呢。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姑娘都给我叫上来啊！本公子有的是钱。好嘞。哇，大鱼真漂亮啊！这里有好多漂亮衣服，香喷喷的食物，而且他们的子民出门都不用带刀。我喜欢大鱼的文化，要是草原上也能有这一切，那就太好了。唉，但这里没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也没有成群的牛羊啊。醉仙楼找到了，是喝酒的地方。阿玉，不要乱跑！这都已经换了3国，就没有一个能入得了我的眼。这个醉仙楼越混越差了。江公子啊，你以前可是最宠咱们这儿的小红、小蓝、小绿了，如今怎么都瞧不上了呀？废话，本公子每晚睡的都是14、柔妃和云妃那样的极品美女，哪还看得上青楼里的普通女子？这人呐，站得越高，眼界也越开阔。不是我说你们这儿到底还有没有美人？没有的话，我不奉陪了。哈哈，江总管还说什么格局打开？格局再大，没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喝酒都管不了你的嘴，让江总管听到了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嘘，小点声。咱们醉仙楼这么多姑娘，都入不了您的眼。啊，倒还真有一位姑娘，说不定能入得了江公子的眼，就是咱们这儿的花魁。
真的吗？只要做14赢了就能看美女，喝酒还不要钱。我要参加，我要参加。江公子，我说的就是那位惊鸿姑娘，是咱们这里的花魁。您只要能对上她的诗词，得到了她的认可，您就能成为她的入幕之宾。知道了，忙吧。啊，什么话？恐怕还不如眼前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小妮子。哪里来的小娘子啊？竟生得如此俊俏，不如过来陪大爷玩玩。我才不要跟你玩，我要作诗喝酒。本公子这里啊，没求广告。我才不要，我要靠自己作诗喝酒。哎，这小娘子和惊鸿姑娘我都要了，你们听好了，醉仙楼里娘们儿多，1个2个3、4个。惊鸿姑娘来见我，选我入幕，银子多。好事，好事。哎呀，就这种烂诗也硬夸呀？啊，这是诗吗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敢评价我的诗？我也觉得你写的很烂。那你们做一个，说不定还没有我的好呢。听闻有客人作诗，小女子特地前来洗耳恭听。哎，你们看，惊鸿姑娘为我露面了。如果之后的客人作诗的水平和这位公子一样，那么大家可以离开了。美女姐姐，阿玉要作诗。好的，惊鸿姑娘，算我一个。哎，还有我也要参加。你已经出局了。我的诗这么好，今日说什么惊鸿姑娘都得陪我，不然的话，我把你们醉仙楼给拆了。但是你已经出局了。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敢这样跟我讲话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还有你，今晚上必须陪我。公子请自重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瞧你这德行，真把自己当风流才子了。没听见人家惊鸿姑娘说请自重，聋了听不见啊？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。来人，这位公子醉了，帮他醒酒。啊，惊鸿姑娘，我们继续。好，这位姑娘先请。10路牛羊不用牵，下来群饮碧溪泉。儿童骑马寻王谷，只在东沟西谷边。好诗，好诗，通俗易懂，言简意赅。阿玉姑娘好文采，作为一个异族女子，挺不容易的。哼，你先赢了我再说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还有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阿玉，不好意思，阿玉，我们走。我还没有认输，我会去请教我的先生，下次我一定打败你。哎，算了，我们不会再见面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啊，我们会再见的。惊鸿姑娘，请吧。好，今晚惊鸿就是公子的人。大人，江晨一行人去了醉仙楼。他一个太监去醉仙楼干什么？属下不知，但是这个江晨似乎颇有几分文采，靠吟诗作对赢得了头牌惊鸿姑娘的芳心，现在已经进房间了。难道这个江晨是个假太监？
本王试探多次，却屡屡碰壁，没想到他却自曝身份。赶紧带人去醉仙楼，这次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逃脱了。是。江公子，方才您在楼下仗义直言，惊鸿敬你一杯。举手之劳，无足挂齿。公子真是好酒量，那奴家再敬您一杯。哎呦，今天本公子啊不胜酒力，还是早些休息好。什么东西这么坚硬？当然是本公子的命根子呀！你没醉，你装晕。能藏这么多东西啊？你是哆啦 A 梦吗？来吧！你放开我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话应该我问惊鸿姑娘吧？你藏这么多的暗器，看着也不像是个青楼女子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公子真是好眼色，不过知道奴家真实身份的人，已经全都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陛下，江臣在京城最大的青楼里大出风头，并且还去了花魁的房间。混账！这个色鬼投胎的混蛋，说是要出宫透气，居然偷到青楼去了。朕这后宫嫔妃，难道还不如那青楼女子吗？陛下，息怒。息什么怒？等他回来，朕要把他给阉了。是。还没睡呢。朕要是睡了，怎么会知道你江公子在醉仙楼大出风头啊？哪里，都是一些小聪明罢了。江晨，你还敢去青楼啊？信不信我阉了你？哎，二位，我差点就没回来，你们就饶了我吧。这醉香楼什么歪瓜裂枣，我以后再也不去了。哼，你这种色中恶鬼，要是不阉了你，你迟早有一天会祸害良家女子。等等，不是陛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差点没回来。陛下不是派了金牛卫保护你吗？甭提了，贼人把那醉仙楼给围了，就是冲我来的。金牛卫的兄弟为了保护我都受了伤，现在太医院包扎呢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便出宫透气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下次还敢？哎，不过陛下，这次啊，并非完全没有收获。醉仙楼的惊鸿姑娘很有可能掌握了能够扳倒老相国的证据。谢远，你披甲挂刀前来面圣，你是何居心？陛下，谢远并非是行刺，否则不会独自一人披甲挂刀闯进朕的御书房，不是行刺是什么？陛下，微臣此次前来是来清君侧，正视听。谢远，休要胡言乱语。陛下，微臣要杀了江晨这个小贼，他是个阉人，却经常留恋青楼此等烟花之中。答案就只有一个，他根本就不是个阉人。江总管，居然会有此事！江晨前往醉仙楼是奉了朕的旨意。朕听闻头牌惊鸿姑娘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，而且还是一个未曾失身的清官，于是便派江总管前去醉仙楼走了一趟，请惊鸿姑娘入宫。陛下莫要再为此子找借口，是不是阉人，我等一看便知。放肆！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岂敢如此行事？来人，将青楼女子惊鸿带上来。民女惊鸿见过陛下，见过江大人。惊鸿，昨夜你的入幕之宾可是此人？正是江大人。江大人才高八斗，实乃文曲星下凡，令小女子好生敬仰，便邀请她进入小女子闺房。哎，哪里，当今圣上才是文曲星下凡，在下自愧不如。莫要岔开话题。江晨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不速速跪下伏诛？那惊鸿姑娘，替我解释解释呗。好，本王就听听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。江大人的确进了小女子的闺房，但江大人并未与小女子欢好，而是告诉小女子，当今圣上要见我，之后便闯入贼人，仅此而已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
江大人有惊世才能，小女子也是想服侍江大人的。可江大人却告诉小女子，他是个太监。小女子句句属实，还望陛下明察。谢远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挂刀闯入御书房，该当何罪啊？这大逆不道，意图行刺陛下，形同谋逆。金牛卫，把他打入大牢，择日问斩。恕子而敢！活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启禀陛下，北蛮使臣已抵达皇宫，是否召见？来得好，今日下午让他们去议政殿恭候。阿玉姑娘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见面了。十路牛羊不用牵，下来寻饮碧溪泉。儿童骑马寻王谷，只在东沟西谷边。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这什么情况？北蛮使臣不肯纳贡，扬言要在大禹人士最擅长的诗词领域击败大禹。他们要是输了，愿意双倍纳贡；但倘若他们赢了，今后都将不再纳贡，而且不再向大禹俯首称臣。蜀国本来就应该纳贡，这不是靠拳头比出来的。做诗词是个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陛下不知道？你别忘了，现在那些将士手中都是军械房里的破铁，上战场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？我忘了这茬了。那现在战况如何了？现在已经输2轮了，再输1轮就彻底完了。2个状元都输了，现在没有人敢上场。如果谁再输了，就会被钉在文人界的耻辱柱上。还有谁？堂堂大禹，天朝上国，你作诗竟然比不过我们蛮人。哎，大禹固步自封已久，无论是从诗词还是军事，恐怕早就不如我北蛮国了吧？蛮夷之辈，安敢欺吾？难道我大禹无人了吗？老相国，听闻您对诗词颇有研究，能否战胜这个小丫头？陛下，老臣年岁已大，未免有欺压幼小之嫌，恕臣不能应战。如果没有人的话，那我们北蛮以后可就不纳贡了。我看这大禹果真无人，竟无一人敢应战。谁说我大禹没有人呢？陛下，江辰真的可以吗？他能在诗词上获得惊鸿姑娘的认可，应该是有几把刷子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我们大内总管江辰，江大人。兄台，劳烦让一下啊！大内总管，一个太监，谁跟你是兄台？没看到我正在忙正事吗？滚远点！放肆！听到没有？陛下说你放肆，臭阉人，赶紧滚！你又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不已经输了吗？你算哪根葱，敢对我指手画脚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乃当科状元。当科状元又如何呀？输了就是输了。他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我凭什么不能对你指手画脚？此女的诗词水平，连我这个大禹青年翘楚的甘拜下风。就你这小太监，凭什么赢他？是哪首诗啊？听好了，葡萄美酒欲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阿玉姑娘，这首诗是你写的呀？阿玉错了，阿玉实在是太喜欢你的诗了。等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这首诗是他的，我只是觉得厉害，念出来玩，是你们自己非要跟我比的。蛮人，死太监，你们竟敢联合起来辱我！混账，朕忍你很久了，听到没有？陛下震怒了，你死到临头了！混账，我说的是你，满嘴脏话，还敢自称大禹青年翘楚，哼，瞧不起太监是吧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阉了！阿玉，那首诗是那个男人的？是的，先生，我只是想要炫耀，没想跟他们比呢。向大禹皇帝道歉，我们北蛮有自己的诗人，赢也要堂堂正正的赢。
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刚才用的是他写的诗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甘愿认输。你的诗写得很美，也很厉害。阿玉不是对手，我是北蛮的诗人，跟你比。好，刚说我大鱼固步自封，我会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请。好，江总管，此战若胜，你要什么，朕就给你什么。陛下，此话当真啊？一首诗一首诗比太慢了，我会接下来一直作诗。如果你有把握胜过我，可以随时提问。纸来，笔来，酒来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腾蛇乘雾，一顾倾人城，一顾倾人国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知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无不服。江辰，你今日不仅为我大鱼扳回一城，还创造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连创百诗的战绩。我替陛下问你一句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赏赐？陛下不都已经把赏赐给我了吗？今夜为夫要你们一起侍寝。邓徒子，你还真是不知羞耻。不愧是我最喜欢的男人。惊鸿姑娘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还差我一夜春宵呢。可惜臣妾怀有身孕，没法侍寝。谁说侍寝就一定要做那事儿？竟有如此戏言，当真是鬼斧神工。戏言与军械的猫腻被发现，都是出于作诗之人的手笔。此人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想让我杀死他？此人竟然如此特殊，让你这个大鱼相国不惜与我北蛮合作，权宜之计呀！为了夺得大权，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你们大鱼的事情我不懂，但是答应我的铁和盐一点儿都不能少。哼，江辰，你死定了！北蛮今年前来纳贡，却总找借口推迟，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你想啊，要是我们国富民强，他敢不给我们纳贡吗？也就是现在镇北王被贬为庶民，北境无人镇守，那才动了一些小心思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若北蛮大军压境，北境军队恐怕是无力抵抗了。陛下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自从我接管了那个制造局，我打造了上万人的装备，北境坚守一段时间不成问题。是上次你给朕无敌铁布衫的那种吗？比无敌铁布衫更厉害。江辰，你可真是朕的一员福将，朕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你又来了，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，你那么客气干嘛？谁跟你是一家人了？对了，云飞那边得赶紧处理。老相国好像发现我们在调查他了。我们手里拿着惊鸿这张牌，老相国定然是翻不了身的。至于云飞，我现在就去。陛下怎么今日白天来看望臣妾了？是不是臣妾惹陛下不开心了？请陛下责罚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要是跪疼了，朕还心疼呢。臣妾一时情急，忽略了龙嗣，请陛下责罚。朕啊，不心疼龙嗣，只心疼你。云飞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，但是你听了之后别太难过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祖父大人怎么能做出如此惨绝人寰之事？陛下，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您知道的，祖父大人不是那样的人啊。这个女婴啊，现在就在宫里，
年纪跟你一般大，要不要见见他？臣妾愿意见他。民女见过陛下，见过云妃娘娘。昨天朕不是封你为红妃吗？谢陛下。当年那件事可有证据？先帝在位时有叶徐左右2相，这徐相还是叶相亲手提拔上来的。就在叶相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一场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身上，说他是乱臣贼子。叶相曾相求徐相为他说几句好话，可徐相却说这一切都是他的手笔。自那以后，徐相住进了叶相的府邸，占据了他的草庐，成为了世人敬仰的相国公。这封书信就是当年的证据之一。是祖父大人的自己。那草庐当中，说不定还有我祖父叶相的尸首。我看你面善，不像坏人，有机会的话，记得替我去祭祀一下。臣妾收拾一下，马上回去。好了，吹毛断发，要让所有将士都拿到这样的好武器。是大人。哇，好厉害的宝刀，竟然能吹毛断发！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你别管，这样的好刀肯定很贵吧？100两黄金卖我一把。其实这个刀黄金是吧？你认真的？我最多出到200两黄金，再多真没有了。成交。江大人，刀的成本才5两银子不到，你是不是太黑了？闭嘴！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而且他是蛮子，人傻钱多。哇，果然是好刀，我要变成高手了。我们有专门试刀的地方，别在这儿乱挥。快走快走，我要试刀。江辰，应该只是看起来一样，对吧？对呀，这个，我也没有骗你吧？100把刀中肯定有那么2把不能吹毛断发的吧？骗子！阿玉，记得你的黄金啊！我的小祖宗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还拿把刀，是不是又给我惹事去了啊？这刀吹毛断发，锋利无比，值不值200两黄金？刀身坚韧，锋利无比，自带血槽。这刀何止200两，1000金都不止，足以当我北蛮的镇国之宝了。这刀这么厉害的吗？傻丫头，你从哪儿得到的这把刀？一刀只需轻轻一挥，就能轻易斩断大鱼士兵的盾牌。只要我们北蛮人手一把，就天下无敌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你难道得到此宝刀，你不高兴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大鱼的战士很快就会人手一把，你还会笑得出来吗？什么？陛下正在休息，云妃不能擅闯。臣妾有要紧事要求见陛下，若惊扰了陛下，臣妾愿一力承担。陛下，你们这是……都不重要。云儿，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。臣妾下午回了趟家，去了趟祖父大人的草庐，发现祖父大人与镇北王在一起。这不可能啊！镇北王不是已经被关入大牢了吗？肯定是被老相国救出去的。云儿，还有吗？镇北王还称祖父大人为父亲。父亲？臣妾没有听错，就是父亲。可镇北王姓谢，老相国姓徐，他们明明就不是一家。臣妾在祖父大人的草庐中发现了很多与镇北王的来往书信，
他们在信件中就是父子相称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谢远那个地下室不是挂着很多老相国的字画吗？当时我们推断这两个人有勾结，但是没想到他们两个是父子啊！哎呦，这老相国会玩啊，都绿到王祖府上去。你这个登徒子，不许你祸害有夫之妇！等，哎，轻点，陛下。陛下，您为何称他为陛下？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陛下？这位才是真正的陛下。至于你口中的陛下，我是陛下的夫君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也是陛下。什么跟什么呀？陛下的夫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的夫君，也是陛下未来的夫君。陛下是一个女子，这下你听懂了吧？登徒子，朕还没答应你呢。还说祖父大人会玩，陛下才是真的会玩。元儿，此去北境之行，一定要行迹隐蔽，不可大张旗鼓，让皇帝小儿发现。为父盼着你有一天率领大军夺得大权的一天。父皇保重。儿臣只恨没能亲手宰了那个狗阉人。无妨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。父皇是有什么安排吗？戏言、军械、诗词，你觉得北蛮人能容得下他吗？为何容不下？我们已经决定终止与阁下的合作，转而和江辰大人合作。北蛮使臣，你为何终止合作？难道希望我大禹永镇北蛮吗？大禹的相国啊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北蛮想要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我们害怕的是什么，这才是我们无法合作的真正原因。和一个阉人合作，真是不知羞耻。那被阉人打败的你，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用你们大禹的话来说，两个井底之蛙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对手。再说一遍，无知！父皇，江辰，北蛮使臣当真愿意纳贡，臣服我大禹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事儿说来话长。北蛮那个小姑娘跑到我们制造局的军械房，我打造了一口好刀，卖给了她一把。看你这表情，肯定是没少赚吧？我多，这个数20两。不会是200两吧？这成本还不足5两银子，你居然卖他200两，心可真够黑的。是200两黄金。200两，还是黄金？就这样，那小妮子还怕我不卖给她？我跟她说呀，我们大禹的将士人手一把这样的好刀。她看到了这个钢刀堆成了小山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后来那北蛮的使臣就屁颠屁颠过来找我，说是要和我们大禹永世修好，臣服于我们大禹。那我就简单和他们做了一个通商条件喽，用我们的日用品盐换他们的牛羊，再换他们的矿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好，若是能和北蛮建立通商，北蛮迟早会纳入我大禹的领土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惊鸿姑娘被当成刺客抓起来了。启禀陛下，老夫今夜抓到了一位刺客，没想到竟然是后宫嫔妃，希望陛下给老臣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民女一人做11人当，此事与陛下无关。这傻丫头，一个没看住就去做傻事。也罢，也差不多到摊牌的时候了。相国大人，你可还记得叶相？陛下，老夫年事已高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，不知道您说的人是谁呀？
不记得？我来帮你回忆一下，我那被你害死的祖父，一路提拔你的老师叶相。这些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杀了你。我叶惊鸿背负叶家100余口人的血债，活到今天，就是为了跟你做个了断。那不成，你就是叶家那个活下来的娃娃，你应该叫叶翩然才是。没错，我就是叶翩然，我化名惊鸿，委身于此，只是为了结交大官显贵，好找到刺杀你的机会。哼，我倒是没想到啊，你这个老贼竟然不结交任何官员，反而总是待在草庐。怎么，你想祈求我祖父原谅你不成？老夫这一生对得起所有人，唯独对不住叶相。事已至此，老夫也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了。不错，叶相的死跟老夫有关，他的尸首就埋藏在老夫的草庐之下。苦作草庐10余载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等这一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问老夫为何要害叶相一家吗？老夫与叶相亦师亦友，亲密无间，并非是老夫要他的命，而是他功高震主，是先帝要了他的命啊！不可能！先帝圣明，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？世人皆道我徐安狼心狗肺，为了功名利禄，杀害了自己亦师亦友的叶相。若不是良心使然，我怎会枯坐草庐10余载，做给谁看呢？伴君如伴虎，功高一震主，古人诚不欺我呀。难道真的不是你？那我该找谁报仇？惊鸿姑娘，先帝是先帝，陛下是陛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这我倒是知道。当年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陛下应该还没有出生，我也不至于是一个是分不分的人。当年我是为了自保，葬送了叶相一家，这个仇你应该找我报。不过今日老夫还有一件秘密，隐藏了10余年的秘密，想公布于众。是镇北王谢远是你的亲生儿子这件事吧？混账，胡说八道！这是云飞亲口告诉我的，他还拿了你们互相往来的书信。你不是已经把谢远送走了吗？还有必要装吗？没想到我这一世的英名，竟然被自己的孙女儿给葬送了。不过老夫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当今圣上她是女儿身。什么？当今圣上竟然是女儿身？女子怎能做皇帝？难怪昨晚有谣言说陛下皇位不正，原来不是谣言啊！难怪我大禹灾祸连连，原来是这个缘故，所以上苍才会降下责罚。你们放屁！上苍的责罚？先帝在位时这个水患你们怎么不说？你们这群大臣是读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是吧？如此轻视一个女子，你们是没有母亲、没有姐妹、没有女儿吗？陛下继位以来，我大禹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你们看不到。偶然爆发一场水灾，你们就把责任全部推给陛下，你们简直枉为人臣！只要大禹国富民强，陛下他是不是女儿身重要吗？倘若有2个皇帝让你们来选，一个是荒淫无度的昏君，一个是兢兢业业保护百姓的女帝，你们难道还要选昏君不成？江辰，还好有你在。牙尖嘴利，无论你怎么说，百姓不会支持你一个女儿身的。如今谢远已经远遁北境，只要他振臂一挥，就会有10万北境军队来支持他。届时他挥师南下，直抵京城。最终这个天下
还是我徐家的。糟了，镇北王在军中威望极高，他手握兵权，陛下如何能与之相抗？是啊，我们应当早做打算才行啊！难道你们要背叛大禹，投靠叛贼谢远吗？可耻！听到了吗？你这个女娃皇帝，你此刻退位让贤，将皇位让给我儿谢远，没准儿老夫还会饶你一条小命。大战当前，最忌人心不齐，得想办法聚集人心才行。诸位爱卿，你们的想法朕都听到了。有人观望，有人投敌，有人反抗。若想投入谢远麾下的，现在可自行离去，朕只当没有这个臣子。但日后你们可莫要后悔，选择支持朕或者观望的人，必然会得到朕重用。但倘若再生二心，朕可不会给你们第二次机会。哎呀，所有尘封已久的秘密，我都说出来了，人也轻松了许多。活了这么久，老夫也够本了。叶家的娃娃，来送老夫一程。江辰，我该怎么办？送老相国回府中草庐好生待着。鼠子，你要做什么？杀人不如诛心，想现在死，没那么容易。好好在草庐里待着吧。对，我相信我的祖父也乐意看见你一天一天的慢慢的死去。我要你们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我要你们杀了我！在朕眼中，父皇一直都是英明神武、勤政爱民，怎么会是这样的昏君？江辰，如果有一天朕也变成我父皇那样，你会离开我吗？陛下，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，我当然不会离开。而且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，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一点。真的吗？朕不信。哎，别再喝了，陛下，别再喝了，不喝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分区休息吧。你们不可信，都不可信。月儿，老相国曾经是你最信赖、最信任的人，而现在这个人是我。登徒子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小声点，小声点！别这啊！你谋杀亲夫啊你！陛下，刺客在哪儿？没有刺客，那个他乱叫呢。好你个登徒子，竟敢趁虚而入，对朕下手！看朕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月儿，你昨天喊相公不要停的，可不是这个态度啊！朕今日非杀你！十四，守着门，今天为夫要一阵夫纲。陛下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朕喜欢先苦后甜，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嘛，就是谢远夺了北境的兵权，到处宣扬你是女儿身，他昭告天下要带先帝夺回帝位，现在已经挥师南下了，还有3日就会抵达京城。意料之中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北蛮盟友陈兵边境，牵制了谢远大量主力，他现在手里只有8万人。20多万变8万，确实是一个好消息。京城的禁军和金牛卫加起来有1万，守城应该是足够的。守城？守什么城啊？你把那1万人给我，还有那个金牛卫，我现在去杀穿他们。你别乱来，就算朕败了，
江山丢了，你也要好好的活着，替朕照顾好14和其他姐妹。14誓死追随陛下，寸步不离。哎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瞎胡闹吗？且不说这江山丢不掉，就算丢了，也由我来守护你们周全。我们随便找个地方东山再起啊！你依然是大禹的君王。朕乃大禹女帝，若是不能为民守土，又怎能再以君王自居？启禀陛下，百官已至议政殿，是否起驾？起驾！众爱卿想必都已经知道朕是女儿身了吧？朕虽为女儿身，但却自幼被先帝以男儿的方式锤炼打磨，16年，足以让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子成为一代冷血的王侯。朕在位期间，政通人和，风调雨顺，北蛮臣服，偶遇天灾人祸，也都很快平息。朕承诺，我大禹未来只会更加强盛。在座的诸位，都是我大禹的肱骨，我大禹的国之柱石。陛下刚才说北蛮臣服，可微臣听到消息，北蛮陈兵边境，意欲进攻我大禹呢。这是为了帮助我们大禹牵制住北境数十万将士。现在谢远能调动的部队只有8万人马。陛下如何保证北蛮不会突然改变主意，大肆进攻边境？我能保证他们不会改变主意。北蛮使臣不是已经走了？你如何代表北蛮使臣做决定啊？我是北蛮公主，北蛮王是我爹，我的话他一定会听。阿玉，你这样不是暴露自己，增加自己的危险吗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啊！不许凶我。好，即便如此，谢远依旧有8万大军，京城满打满算只有不到1万兵卒，如何与之抗衡？诸位大臣可还记得军械坊贪污军费的案子？自然记得，这和谢远大军压境有何关联？那你应该知道，北境士兵用的都是什么破铜烂铁。公羊通，呈上来。各位大人，此刀乃是江大人最新研发的神兵利器，可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。这把是北境人用的兵器。如此宝刀肯定造价不菲吧？造出来多少柄？此刀造价低廉，质量精奇，如今已有上万把。此刀造价仅需要5两银子。臭江臣，你还我200两黄金！公羊通，还有吗？各位大人，我大禹士兵有如此神物，定能以一当百，天佑大禹！天佑陛下，天佑大禹！天佑陛下，天佑大禹！陛下，谢远用箭使传来书信，邀您明天城外相见。双方携带人数不得超过5个。不用想，肯定是个鸿门宴。就算知道是鸿门宴，朕也不能不去。这是为何？朕代表的是大禹的脸面和底气。如果我连出城见一面的胆气都没有，那他的计谋就得逞了。月儿，你想好了？夫君，对不起，朕是大禹的王，朕必须得去。陛下，我同你一起去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那再带2名金牛卫？不用，我想好办法了。10月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，勇气可嘉呀！谢远，你也太小瞧朕了。朕乃大禹女帝，岂会惧怕你一个小小的反贼？本王有8万大军，你必败无疑。8万大军，哼！我劝你乖乖的投降，把皇位让给我。本王可败，不可降。无谓的反抗。行了，谢远，别废话了。你现在就一条路，跪下求饶，我让陛下给你一条全尸。正好，你来，本王是最开心的。本王要一刀一刀的亲手将你活剐。一个人带着3个女人，这个蒙着面的不知道是谁啊？你们还想跑？对，你也可以把他们都抛下，自己跑。本王再亲手把你抓回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？
你真有意思，我来都来了，跑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凭什么有能力弄死我们几个？谢远，你真的敢动手吗？你就不怕在史书上遗臭万年？本王把你们都杀了，史书由本王来写，怕什么皇位正不正？活捉他们！惊鸿，老相国在朝堂上处处与我针锋相对，总是坏我好事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落在了我的手里，千刀万剐。你觉得这个死法怎么样啊？老相国，他说他要把你千刀万剐。谢远，朕早就已经知道你们的父子关系了，不然你以为朕为何特意将他带过来？知道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威胁到本王吗？元儿，为父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父亲，为了孩儿的无上荣耀，只好委屈您了。反正这世上没几人知道您是我的亲爹。给我杀！爹爹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火枪。爹爹以前用这个呀，打败了一个大坏蛋，救了好多人。给我杀！爹爹陪我玩。哎呀，这个呀就不要乱动了，出去玩去。哼，臭爹爹不陪我玩，我去告我娘去。动不动就告你娘，你娘才不搭理你呢。爹爹还有事情要忙，你去外面玩会儿啊，去吧。哎呀，总算是糊弄走了。我算是知道夫君为什么只保大不保小了。我的孩子马上就会走路了，以后怕是日子不好过了。你们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们都还没怀上呢。各位姐姐，还是多体谅体谅夫君吧，毕竟不胜腰力呀。回头我就去风信给爹爹，让他把虎王鞭从北京寄过来。朕明日就下令，让太医院全力搜集良方，一定啊让姐妹们都怀上。我这是逃出虎穴，又进狼窝是吧？姐妹们，听朕旨意，按住夫君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遵命。别跑，别跑！